美国总统大选，一场最受全世界瞩目的权力游戏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时间回到2000年，民主党候选人高尔明明赢了对手布希50多万张普选票，但最后还是输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嘞？我知道了，这是选举人团制度啊！选举人，没错，美国总统跟台湾不一样，他们不是1人1票选出来的，而是由一群选举人代表全国人民选出来。他们是由各州参议员人数和众议员人数，外加3个代表华盛顿特区的人共同组成的。不过这些选举人也不能想投谁就投谁，而是要按照各州人民的总统选举结果来投票，得到这个州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就可以拿到这个州全部选举人的票，也就是赢者全拿。举例来说，2000年的总统大选，布希虽然在全国普选票数低于高尔，但他在佛罗里达州惊险的赢了几百张普选票。所以整个州的25张选举人票都是布希的，最后他在选举人票总票数上获胜，赢得美国总统的宝座。为什么美国选个总统要这么搞纲呢？其实这可是有很深远的历史脉络的。美国打从呱呱建国开始，各州的独立性就很高，每一个都能唱能跳。为了让各州一起开开心心组成一个联邦国家，就必须要无论大州小州都一视同仁，有平等的权利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有2个国会，一个是由每个州不管大州小州，通通抓2名议员的参议院，一个是由每个州人口数比例决定的众议院，而各州的选举人人数就是由各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人数加总的结果。这样小州虽然人口较少，但有比例相对高的选举人来投票，一定程度保障了小州的权益，但有1毫没有2毫，这样做却让小州人民的选票比大州人民的选票还要有价值，违反了1人1票票票等值的原则。所以到了今天，关于这个制度的改革，还是在那边吵吵闹闹的。那台湾呢？2016才刚结束总统大选的台湾，是用草民1草1票直接选出来的。但台湾的总统也不是一直都这样选的，这是1996年以后才有的制度。我们习惯的选举才选20年而已啊！台湾过去有一种叫做国民大会代表的制度，大会里面的老国代都没有再改选，选出来的总统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完全代表民意。直到修改宪法以后，才结束了这个不合理的现象。每个选举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以及历史。今天你手中的1张票可是充满血泪的呀！让我们努力让选票来展现民主吧，当然也要等大家长大以后才行啦。好的，今天的目击者就报道到这边啦，拜拜。